人都没了，还在这假惺惺的，滚开，别耽误抬棺。爷爷下葬是明天，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小兔崽子还敢瞪我！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偏心你，什么好东西都往你那儿搂。现在人走了，你还以为有人给你撑腰呢？吵什么吵？满院子宗亲看着，不怕人笑话。正好今天人齐，老爷子也走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把家分一分吧。爷爷还没下葬，你就要分家？你爷爷活着的时候我就受够了，这事儿我说了算。老宅归有田，家里的地也归有田。立柱，你去守村外的那口废井。柱子啊，这是你爷爷生前立的分家契，白纸黑字儿，按了手印的。这字不是爷爷写的。我说是就是，你爹娘死得早，老陈家养你这么大，你还想分房子？柱子啊，二叔也是为你好，你一个人要房子干啥？那荒坡地方大，够你住了。那口井枯了10几年，连水都没有。来人，把棺材抬出去。把棺材放下！你们干什么？先抬棺！这契书上写的日子是前天，前天的时候，爷爷连笔都拿不动。你爷爷口述的，我替他写的，这不都一样？口述？爷爷临死前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怎么口述？你二叔辛辛苦苦伺候你爷爷这些年，你一个孙子有什么资格挑毛病？伺候？这几个月爷爷的药是谁熬的？饭是谁喂的？你们管过一天吗？反了你了！你爹娘死得早，要不是我跟你二叔，你早饿死了。娘，你别气。丽珠啊，不是说了吗？荒坡上那口井归你，井里有水，你就能活。那口井看了10几年，你让我去喝泥巴汤？契书摆在这儿，族里人都看着，你今天搬也得搬，不搬也得搬。好，我搬。丽珠啊，你奶奶她那个人，我说这个干啥？这2个我头你揣着吧，别跟人说。拿走。你这孩子，拿走。跟你爷爷一个样，当年你爹没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。他说啥了没有？他就跟我说了一个字，我当时还当他糊涂了。什么字儿？就说了个井，别的啥也没有。就这个字儿，没别的？没了。你爷爷那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一辈子心里头装着事儿，嘴里头，别跟你奶奶说我来过。老吴说，赊10斤玉米面，下个月还。珠子，不是叔不赊，你奶奶昨晚上挨家挨户放了话，谁敢赊粮给你，就是跟老陈家过不去。我饿了2天了，他连一口面都不让我吃。叔一家老小得吃饭，你体谅叔。他说谁赊粮给你，往后磨面就不来我家了。别让人看见，你爷爷活着帮过我，这磨还他的情。老吴说，我爷爷以前是不是常去那口井？常去，每回从坡上回来一身泥，我们几个都以为他是去拔草，现在想想也不知道他去井边干啥呢。去吧，孩子，别饿着。
听人说你回村赊粮，老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没偷没抢，饿了自找亲吃的，怎么就丢人了？你爹娘死得早，是我和你二叔养的你，赊粮食让全村人看笑话，你干脆滚远点，别回来了。我听你的搬出来了，你不让村里人赊粮给我，我认了。你还想咋样？我想咋样？你爷爷活着惯着你，现在他死了，没人护着你了。别提我爷爷，我就提，你爷爷活着也得被你气死，你就守着这口枯井等死吧。老陈家跟你没关系了，别再回村丢人。哟，还真赖在这儿了，脸皮可真够厚的。听说你回村赊粮，让人给轰出来了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偷我家粮的事儿还没完，又想去偷别人家的。我啥时候偷过你家粮？你少血口喷人。你奶奶说的对，你从小手脚不干净，分家不给你粮就对了。你娘要是活着，也得被你活活气死。别提我娘。提了怎么着？你爹娘是你克的，你就是个扫把星害人精。你还有别的话没？说完就滚。你就守着这口看井等死了，还指望井里蹦出金疙瘩？做梦！二婶子又去荒坡了，这孩子被赶出去，连口饭都吃不上。他奶奶放了话，谁敢帮他？可陆芷他二婶天天追到坡上骂人，也太过了。也怪他自己，长辈分家，他顶什么嘴？那不是找罪受吗？哼，李柱他奶奶偏心偏成啥样了？老陈活着他不敢说太多，老陈一死原形毕露。他们那一家子除了立柱，没一个好东西。说起来，老陈活着的时候，隔三差五就上荒坡去，每回回来裤腿上都是泥。那口井都哭了10几年了，他老去那儿干啥？谁知道呢？我听村口老吴说，陆柱赊粮的时候还问他爷爷是不是常去那口井。这天又要下大雨了，立柱在荒坡上搭的那棚子，估计连场雨都扛不住。爷爷，你走的时候攥着我的手说井里到底有东西没有？这砖，这里是拿砖砌的。爷爷，是你吗？你活着的时候老往坡上跑，你往井里藏东西了。开，给我开！一下比力气，我有的是力气。爷爷，你说话呀，这里面是不是你藏的？这是啥？用油布包着，外面还麻绳绑着。爷爷，你是怕它进水？钱，爷爷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有的票片上还有折痕。柱子，这是爷爷攒了大半辈子的，拿去做本钱，别让人知道，好好活着，活出个人样来。爷爷，你连死了都在给我留后路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定活出个人样来给你看。小伙子，你干啥？这一身泥跟从河里爬出来似的。老板，买货，木耳、干菇、花椒，每样都来5斤。你哪村的？这钱不会是假票子吧？钱是攒的，你到底卖不卖？卖。不过你这身泥别碰我干货。
自己挑，木耳左边，干菇右边。老板，你这木耳捂过，底下那袋有霉味儿。你小子行，鼻子比我都灵，头一回做买卖。头一回。大爷，单轮借我3斤，加5毛钱。郑县城去，这车闸不太灵。没事儿，车坏了算我的。行，小伙子，看你这架势是要做买卖吧？对，从今天起，我自己挣钱自己花。哪来的野小子？这条街我摆了2年摊，没你的份儿。路边的地方，谁先来算谁的。你这干菇咋这么碎？是不是筛下来的边角料？婶子，你闻闻，我这都是整朵晒的，碎的是在路上颠的。你要嫌碎，我给你少算1毛。倒是没五味儿，晒的也干。那行，剩下的我全要了。干货不收了，这礼拜的货昨天刚到，下回再来。你不收货，先看账总行吧？我在你这儿进了3次货，每次当天结清，没赊过1分，信得过不？账记得挺清楚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陈立柱，集上摆摊的，以后来你这儿进货，给算便宜点。货倒是干爽，没掺碎末。行，这批我收了。愣着干啥？搬过来过秤。5斤3两，6斤8两，3斤4饭。以后你直接送来，不用问收不收。行，以后收到好货，头一个找你。给你，擦把脸，全是土，做买卖也得讲究点。谢了。新鲜的大白菜，刚出锅的热包子，降价的不头。你这木耳不会是拿红的吧？上回我在那头买的，回家有1秤少了半斤。你捏捏，脆的，我要是泡过水拿回来摔我脸上。小陈，你这买卖做的实在，1个月不到，回头客比我摆了3年摊的都多。没啥，骗人的买卖做不长，自己心里也不踏实。你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以前这集上没你这号人。村里出来的，家里就我一人，出来挣口饭吃。小陈，上回买的你家木耳炖鸡吃，一家人都说香。这次你再给我称3斤。你那3斤木耳拿好。柱子，我那2斤花椒你留了没？别让人抢了。留了，给您留了1斤半，剩下的半斤别人买了。哟，生意真红火啊！你哪来的钱进的货？跟你没关系。咋没关系？你爹娘死得早，之前连饭都吃不上，现在一下子支起这么大的摊子，你那本钱哪来的？我自己挣的。你要买东西就买，不买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哼，挣的？你哄谁呢？偷的还差不多。小陈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婶子，我这货你买了这么多回，啥时候蒙过你？钱是我一单一单赚的。行，我信货不信人。娘，立柱在集上做买卖呢，人里3圈外3圈，钱收的哗哗的。多大的摊子？正经摊子，不比别人家小。干菇、木耳、花椒啥都有，买货的人比老刘还多。婶子，你家立柱在集上可长脸，镇上好多人夸他的货实在。什么我家立柱？他跟老陈家没关系。婶子，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走。娘，你说他连饭都吃不上，哪来的本钱撑大摊子？
就柱子天天守着，送饭什么的都是他干。娘，你说是不是那口井？他天天在井边泡，是不是翻出东西了？明天叫有田去镇上看看。要有本钱，那是你爹的，就该是咱家的。月租30，今天就得交，1分不能少，交不上我租给别人。叔，就差5块，能不能先交半个月，月底补齐？不行，你一个小年轻，月底跑了我找谁去？差多少？我这儿有，月底还，不算你利息。杂货铺，他还真开上了。柱子，有人来了。大铺面，大招牌，你一个穷的连饭都吃不上的野小子，哪来的钱？我的钱自己挣的，跟你说不着。你才搬出去几天？20天，20天就能开铺子，你骗谁呢？我一天蹬3轮跑2趟县城，天亮蹬到天黑，你试试能不能挣出铺子来？行，你小子嘴硬，我早晚查出来你那钱是从哪儿来的。那人是谁？我二叔。他会不会来找你麻烦？不怕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直。看见了，怎么说？说清楚，看见什么了？大门面，货架满满当当的，比供销社还全。这个野杂种牛高得很。你爹死前那几天，就只有柱子在吗？对，你爹肯定给他藏了私房钱，就是那口井。这死老头子死了都不安分。井？那头井枯了10几年了，里面能有啥？你爹活着时候常往荒坡跑，回回裤腿都是泥，肯定往井里藏了东西。那就让他白占了，那是咱家的钱。急什么？钱是你爹的，你是他亲儿子，那钱该有咱一份。明天你去堵他，当着大伙的面问他本钱哪来的，他要说不出就是偷的。陈立柱，站住！你爹娘早死了，分家1分钱没拿，你这钱哪来的？是不是偷了你爷爷的棺材本？是啊，柱子，不到1个月，你咋就开上铺子了？我的钱来的正，一单一单挣的。挣的？你哄谁呢？你打听打听，谁1个月能挣出一个铺面来？就是你一个穷小子，哪来的钱？有田，你有啥证据说钱是柱子偷的？行，那你当着大伙的面说，做买卖的本钱到底哪来的？谁给你的？我自己攒的，不用跟谁交代。不敢说就是偷的，老陈家出了贼了，你们都给评评理。有田，算了吧，没证据的事儿别乱嚷嚷。陈立柱，你那钱要不干净，我早晚给你查个底朝天。村里都在传你那做买卖的本钱是偷的，这事儿真的假的？老孙叔，你在我这儿买了几回东西了？少说7、8回了吧？肥皂、火柴、盐都是在你家拿的。这买卖做了这么久，每一笔进货出货都有账。钱是我挣的，货是我蹬3轮从县城拉来的。我要偷的钱，用得着天天5点爬起来蹬车？你们给评评理！陈立柱那小子，爹娘死得早，分家1分钱没拿，哪来的本钱开铺子进货？他不是自己挣的，挣的，才几天功夫就挣出个门面来。我给你们交个底，他那钱是偷的。偷的？偷谁的？偷他爷爷的棺材本儿。
他爷爷咽气那晚，大半夜他一个人在灵堂里翻财找，我亲眼看见的。秀英，这话可不能乱传，你有啥证据？我要瞎说我王偶幼婴的姓，以后倒过来写，你们等着看，他那铺子早晚得倒。我今早赶集，镇上都有人在打听力主的事了。刘婶儿，站门口干啥？进来坐。小陈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村里都在传，说你那本钱是偷的你爷的棺材本，是真的不？刘婶儿，你来我这儿买了几回东西了？少说也有4、5回了，东西好，价钱也实在，我就是心里不踏实。不踏实？婶子，你直说。我怕你那个二叔，他在村里放了话，谁来你这儿买东西就是跟他过不去。每一笔进货或出货都有条子，我天天早上5点蹬3轮去县城，回来天都黑透了，偷来的钱用得着这么拼？我就是问问，那啥，给我称2斤盐。我就先走了，慢走，下次再来。陈立柱，我给你带了2苹果。镇上有人在传你偷钱的事儿，我在供销社都听见了。你都听见了还来，不怕沾上我这个偷钱的？我跟你做了这么久的买卖，你什么时候少找过我1分钱？什么时候糊弄过我一回？你是什么人，我心里有数。别人怎么说我不管，我只问你一句，那钱到底怎么来的？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藏在井里，被大雨冲出来的。那就行了，你自己的账你自己收好，外人说什么你不用管。我先走了，你好好干。弄得不赖嘛，这门面1个月得多少钱？有事说事儿，分家的事儿还没完，你挣了钱了得分家费。多少？300块，1分不能少，这是按规矩来的，族里长辈都认这个理儿。你做梦！你敢不给？你去问问族里人，哪个敢说你不该出这钱？分家的时候，良田宅院全归你，只给我一口枯井。那时候你咋不找族里人评理？那不一样，那是你爷爷的遗愿。爷爷的字我认得，契书上的字是不是他写的，你心里比我清楚。哎呦，柱子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奶奶病了好几天了，躺在炕上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下，就念叨你呢。念叨我啥？能念叨啥？说你从小没爹没娘，可怜，说他对不住你，想见你一面，拿点钱看病。奶奶咳嗽的挺有力气，生病了还这么有精神啊。柱子，你就这么狠心？你奶奶躺在炕上起不来，你连屋都不进。我刚才站门口听得真的，那咳嗽比我说话声音还响。你是真当我傻？那是谈赌注了。人难受的时候咳嗽能不大吗？以后你少搞这些小把戏，我自己赚的钱是我的，我不会给你们1分钱。呸！没良心的东西，活该你爹娘死得早。他走了。走了，娘，你也别装了，你快带上族人去拦住他。陈立柱，你给我站住！今天当着族人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做买卖的本钱到底哪来的？我的钱来路正，跟你有啥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你爷爷的棺材本你都敢偷，你还有什么不敢干的？谁偷你找谁去？你说我偷了，证据呢？拿出来给大伙看看。珠子，你二婶说她亲眼看见你半夜在灵堂里翻东西，你就当着族人的面回一句，有还是没有？大伯，他说什么你都信？他要真看见了，当时怎么不喊人？今天跑村口堵我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我王秀英是图你那几个臭钱，我是替你爷爷讨个公道。好，今天大伙都在，
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钱哪儿来的吗？我把话说清楚，我的钱每一分都清清白白，钱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藏在他自己挖的那口井里，谁想查，尽管去查。但我把话放在这里，我1分钱不给，谁也别想从我身上再榨走1分。爷爷留给我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动。秋英，他说是井里藏的钱，你说是偷的，到底谁说的是实话？你倒是给个话。他空口说白话，谁信啊？谁知道那张纸是真是假？这是爷爷留给我的字条，上面的字儿，村里的老人认得，我可以一个一个找他们认。不得了了，那小子在村口把你爹的字条掏出来了。字条？啥字条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你爹留给他的，上面写了字儿，让他拿钱做本钱。那小子咋说？他说钱1分不给咱们，他身上的钱咱1分也拿不到。不给，好，我让他在镇上做不成买卖。我去县城找老周，老周供着他的货，那小子租那么大一个铺子，外面肯定欠着钱。老周要是知道立柱欠了一屁股债，我看他还敢不敢赊。对，就得这样。不光老周，他跑过的几家都去说，断了他的货，看他还能撑几天。你等着看，不出3天，他那铺子就开不下去。老周，照上次的单子再给我配一批肥皂、火柴、盐，这回多拿2箱。咋了？不相信我？上回的账不是全清了吗？小陈，这批货我不能卖给你了。为啥？我哪回没结账？你说清楚。前天你二叔来找过我，说你欠了一屁股债，随时要跑路。老周，你认识我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陈立柱是赖账的人吗？我知道你不是，可你二叔那话太刺耳朵了，做买卖最怕这个。别怪我不讲情面，等你把家里事摆平，货还是你的。行，我不难为你。砸我买卖的人，早晚得自己收拾。赵老板，我是镇上开杂货铺的珠子，想从你这儿进点货，现款结。镇上开杂货铺的，姓陈？对，姓陈。肥皂、火柴、盐这些日用货，量不大，现款结。我在镇上大街有门面，你可以去看。小陈是吧？不是我不做你生意，哼，是你二叔。老赵，老周都不赊给他了，你还跟他磨叽啥？万一他跑了，货找谁要去？赵老板，我二叔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去镇上打听打听，我陈立柱什么时候赖过账？不用打听了，你们家的事儿我们不掺和，货的事儿你找别人吧。二叔，你有本事，我跑这么多家，没一个跟我做生意的。听见响声，我从屋里冲出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跑了。明天一早去派出所报案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别掺和，这事儿我自己扛。为啥不让我掺和？你怕我受牵连？他们砸的是我的店，你要是卷进来，连你也一块收拾。李素云是吧？往后离陈郎柱远点，
别跟他在一块搅。你们认错人了？没认错，供销社李素云，姓陈的门面被砸，你在他店里忙前忙后的。别乱说，他被人砸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少装！你帮他收拾铺子时候，我们可看见了。再跟他来往，连你一块收拾。谁让你们来的？问那么多干啥？让你离他远点就离他远点。姓陈的得罪人了，他铺子开不长，你跟着他只有倒霉。我们也是替人传话。说完了，好，我记住了。你们说完了，我也要去忙了。你是来报案的？对，我在镇上的门面被人砸了，玻璃全碎了，货架也被人推倒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前天夜里的事儿。我去送东西，看见门面玻璃碎了一地。有丢东西吗？有没有看见是谁干的？没丢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跑了。你想想，你跟谁有过节？我二叔陈有田，他放过话，让我做不成买卖，还断过我货源。昨天有人堵我下班路，让我别跟他来往，说要连我一块儿收拾。在什么地方堵的？供销社后巷。行，都记下了。有田，你咋这么高兴？捡着钱了？呸！比捡钱还解气！你们听说没？柱子那铺子让人砸了，玻璃碎了一地，那叫一个惨呐！我路过的时候，那玻璃碴子还在地上闪呢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。这下好了，遭报应了吧？砸了？谁干的？他得罪谁了？那谁知道？他在外头得罪人了呗。一个穷小子，做几天买卖，你狂的没边儿。你咋知道这么清楚？你去镇上了？听人说了呗。这事儿传得快，谁还不知道？我早就说他做不成，早晚的事儿。这回铺子一砸，看他还能蹦跶几天。早晚灰溜溜回来讨饭。不信你们等着瞧。二叔，前天我见你买了一双新胶鞋，为啥把之前穿的鞋给烧了呀？买新鞋了，谁还穿破的呀？柱哥，春旺跟我说了件事儿。你二叔前天早上天不亮，他去村口老潘家小卖部买了一双新胶鞋。买双鞋有啥奇怪的？他买鞋的时候把旧鞋脱下来，直接扔进老潘家灶堂里烧了。春旺早起挑水，正好从后窗看见的。烧鞋？好好的鞋烧它干啥？春旺说，那旧鞋鞋底上好像沾着碎玻璃碴子，泛光。你二叔蹲在灶前烧了好一阵，还把灰扒拉散了。砸店那天晚上下了点雨，村口到镇上那条路有一段是碎石子。他要真去过镇上，鞋底上沾的不光是玻璃，还有泥。春旺还说，你二叔买新鞋的时候，脚上连袜子都没穿，光着脚套进去的，像是急急忙忙把旧鞋处理了。派出所还没往外说砸店的事儿，他倒先急着烧鞋了。柱子哥，这事儿得告诉派出所。这个不急，我先去派出所看看那边有啥进展。陈立柱，你过来。前几天在供销社巷子里堵李素云的2个混混了。他们说什么了？有一个不肯交代。另一个呢？另一个人叫王老三，他说有个人给了他们一笔钱，让他们盯着你的店，谁要是和你做生意，就把他们赶走。给钱的人是谁？他说了没？他说找他的人姓陈，你们村的，40出头，脸白净，穿得挺体面。40出头，脸白净，全村找不出第2个人，一定是我二叔。光靠这个定不了你二叔的罪，王老三要是翻供就麻烦了。你想要他坐实罪证，得有别的证据。我明天去趟二叔家。谁呀？跳什么球？
立柱，你来干啥？二叔，派出所抓了2个混混，有一个叫王老三的，说有人花钱雇他们盯着我的店，谁跟我做生意就赶走谁。那跟我有啥关系？你别什么都往我身上扯。他还说，雇他的人姓陈，咱村的，40出头，脸白净，穿得体面。姓陈的多了，你凭啥说是我？我没说是你，你急什么？谁在门口吵吵？哟，柱子，你还有脸来？柱子，自己铺子被人砸了，不去找派出所，跑我家闹啥？二婶，你怎么知道我的铺子被人砸了？那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铺子被砸能不碎玻璃？可我没跟村里任何人说过铺子里的事儿，派出所也没往外说，你们到底怎么知道的？不会是你和二叔？你少血口喷人！那天晚上我们根本不在镇上，我们在家呢。那天晚上，你说的是哪天晚上？你知道那是爷爷留给我的，字条上写的清清楚楚。清楚，老头子临死前糊涂了，写的东西不算数。那钱是老陈家的，你一个人独吞就是偷。你把钱吐出来，这事儿就算了，不然我天天去你铺子闹，看你还怎么做买卖。行，陈有田，你砸我店断我货，这些话你亲口说的，我记住了。记住又咋的？你还能把老子送进去？咋样？他认了没？认是没认，但二婶差点说漏了嘴。二叔也亲口承认了店是他砸的。他烧鞋的事儿，你告诉派出所了没？刚从派出所回来，张警官说，这加上王老三的供词，还有他烧鞋的事儿，够传唤他了。不过证据还不够扎实，得再等等。那就这么干等着。他要是再来闹呢？他再来闹，直接报警，别跟他动手。柱哥，你二叔知道爷爷的字条，还反咬你偷钱，他就是眼红你赚钱了，你越忍他越来劲儿。我知道，我不会忍，也不能跟他硬拼，得按规矩来。爷爷把钱留给我，是让我活出个人样，我不能把铺子搭进去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找村长。柱子，这么晚了，啥事儿？说，我有2件事要当着村里的面说清楚：砸铺子的事儿和分家的事儿。砸铺子的事儿，派出所在查了，查了。混混供了，雇他的人姓陈，是咱村的，40出头，脸白净。你二叔干的？手里还有别的证据没？这是爷爷留给我的，分家契书说是爷爷的意思，可爷爷的字条在我手里。叔，你说该咋办？这字条别人看过没？明天村委会当面说，我把他叫来。姓陈，40出头，脸白净，有田。你今年42吧？姓王的胡说，他认错人了。二叔，前阵子你跑去县城找老周他们不给我供货，这事儿你认不认？有田，你说契书是你爹写的字儿，有人能证明不？咋没人证明？我娘就能证明。我爹写契书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看着。有田，王老三供得清清楚楚，派出所明天就来人，你现在不说，等他们来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姓王的胡咬，他有什么证据？他说是我就是我。王老三说了，给钱的人左手手背上有一颗哼痣。二叔，你把手伸出来。我就是让人去吓唬吓唬他。我砸店的时候也没砸那么狠，我真没砸那么狠。吓唬，一屋子玻璃全碎了，货架全倒了，这叫吓唬啊？行，砸店算我的，你做买卖的本钱哪来的？是你爹留给你的，还是我爹留给你的？你爹娘死多少年了，你哪来的钱？我做买卖的钱来得干干净净。干净？我爹留下的钱，凭啥你一个人花？我是他儿子，也该有我一份。有田，你说事就说事，别往别的地儿扯。你们不是会查吗？先查查他的本钱从哪儿来的，说不清楚，
别怪我不认砸店的账。你认不认账，派出所说了算，不是你说了算。行，那我问你，你爷爷死前是不是给你留钱了？当着赵德厚的面，你说清楚。你要问钱的来路，今天我告诉你，钱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在荒坡的那口井里放了不知道多少年。立柱，你念念你爷爷写的啥？柱子，这是爷爷攒了大半辈子的，拿去做本钱，别让人知道，好好活着，活出个人样来。假的，肯定是他自己写的，我爹从来没说过给他留钱。这个字歪歪扭扭的，李道子我认得。你爹老了写字就是这个劲儿。你说像就像，你又不是我爹，你凭啥说这是他写的？你爹以前在村里写喜联，我给磨的墨。他写活字最后一笔总往左歪，没人学得像。村里见过你爹写字的老辈儿还有几个？叫来认认就清楚了。有田，你敢不敢？老刘头、老张说：“你俩来看看这张字条，认认是谁的字儿？这就是陈大哥的字。他写撇的时候手抖，这一道咧到左边去了。我跟他一块长大的，错不了。”有田，你爹的字我们不会认错，你心里也清楚这是你爹写的，就别犟了。行，字条是真的，可那分家契书上写的也是我爹的字，凭啥你手里那张就比我手里那张值钱？你说爷爷的字条是假的，字条有老辈人认了，那分家契书呢？上面的字儿也是我爷爷写的。你说契书是你爹写的字儿，有人能证明不？咋没人证明？我娘就能证明。我爹写契书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看着。那你把你家那契书拿出来，字条在这儿，老刘头、老张叔都认了，契书也拿过来让老辈人认一认。契书在我家锁着呢，哪能随便拿出来给你们看？你去拿，今天两份字摆一起，当着老辈人的面认，我让人去叫你娘。看，好好看，这契书白纸黑字，摁着我爹的手印儿。老刘头，您老看仔细了，这两份纸上的字儿是不是一个人写的？不是一个人写的，字条上的字儿抖抖嗖嗖的，是陈大哥的手。契书上这字儿横平竖直的，笔豆子太顺溜了。胡说！我爹临死前手不抖了，写的顺溜咋了？你们就是想帮立柱坑我。有田，你爹右手头两根指头受过伤，写竖的时候总是弯的。你看这契书上竖是直的，这不是你爹的字。老刘头说了，这契书不是你爹写的。陈有田，你得说清楚，这字儿是谁写的？柱子他奶奶来了！叫我来干啥？家里还有猪没喂呢。婶子，您坐。契书上的字，老刘头和老张叔都看了，不是陈大哥写的。您是当家的，这事儿得您来说。谁说不是我老头子写的？我老头子写字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写的。老刘头多大岁数了？眼花了。奶奶，这张字条是爷爷留给我的，村里人都认了。您看一眼。婶子，我就问您一句，这契书上的字到底是不是陈大哥写的？不是，不是我老头子写的，是有田找人写的。他说，反正老爷子死了，死无对证，我也是一时糊涂。我早就说别干这种事儿，你不听我的。这下好了，这下全家人跟着你丢脸，往后在村里咋抬头？你闭嘴！当初搞契书的时候，你咋不说丢人？现在哭给谁看？有田，砸店的事儿，派出所要处理你。分家契书是假的，老宅良田全得退给柱子。
都退。分家的时候你拿走的东西，老宅、良田，你认不认？认。良田不是我的，老宅不是我的，我不该拿。你娘签了字，按了手印儿。从今天起，老宅、良田归陈立柱。这事儿定了。明天一早，大门口，我把今天的事儿跟全村说清楚。村里的老少爷们听着，今天的事儿定下来了。第一，砸陈露柱门面的是陈有田干的，派出所会依法处理。第二，分家契书是假的，不是陈老汉写的，有田他娘亲口认了，契书作废，老宅良田全归还陈立柱。第三，村东那片荒坡和不用的水井归陈立度合法所有，谁再有二话，到我这儿来说。叔，谢了。我在门口站半天了，就等你出来。里头的事儿我在外头听了个大概，还没吃吧？专门给你带的包子。你咋知道我没吃饭？就是知道。走，回去，你的铺子还等着收拾呢。大门关那么紧干嘛？怕谁进来？你出去走一圈试试。村里人见了我都扭头。我活了40多年，头一回这么丢人。扭头就扭头，不吃他们的，不喝他们的，过2天就过去了。过2天，分家契书是假的，满村都知道了。村里的人都说咱这是骗，有谁还跟你打交道？那你说咋办？让我去给他跪下。跪下人家就原谅你了？你砸他铺子时候咋不想想今天？你把全家都害惨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想咋的？有田哥在不在？开个门，兄弟有好事跟你说。有田哥，听说你最近不顺，兄弟有条路子，只要你投钱，1个月能翻倍。上个月老吴投了500，拿回来1000。你疯了你！家里哪还有钱？那点积蓄是留着给娘的。嫂子，我跟有田哥啥关系？能坑他？这事儿不能大声说，名额就剩2、3个了。你忘了上回咋输的了？契书的事儿还没凉透，你又想往坑里跳。反正现在啥都没了，良田没了，宅子退了，在村里走路都抬不起头，再不搏一把，活着有啥意思？就是这话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你就信兄弟这一回。全在这儿了。你说的1个月翻倍，骗我你不得好死！1分都没了，陈有田，你把家里的底全掏空了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说1个月翻倍吗？我哪知道他会跑？我亲眼见那边有人拿过现钱，厚一沓。人家就是做给你看的，满村知道那是套人钱的。我拦了你多少回，你听没听？借的外债呢？你拿什么还？你说啊，欠了多少钱？外头那些人知道你没钱了，能饶了你？钱没了，钱没了，钱没了，跑了，啥都没了。咱家这回算是完了。陈有田，见面的日子到了，再不开门，我给你把墙拆了。陈有田，哎，欠了2个月的钱了，连个屁都不放一个。他不在，出去了，你们改天再来。好，
跟老子耍赖是吧？今天见不到人不走，做到天黑也得把人做出来。陈有田，你说句话呀！你缩在里头有什么用？没钱，再宽几天。上个月就说宽几天，今天拿不出钱来，老子坐在院里不走。有田这是欠了多少债，把人气成这样？利滚利的钱越滚越多，我咋拦都拦不住。立柱，二叔这回真没路了，厚着脸皮来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欠的钱人家堵门了，这现在再拿不出钱来，房子要让人收了，二叔实在没路了。你来找我是想借钱？二叔以前的事儿对不住你，你大人大量救二叔一回，借个救命钱行不行？你欠了多少？说实话。立柱，他好歹是你二叔。300，就300块，不给的话，外头的人真要把二叔往死里逼了。钱可以借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，再难的条件，二叔都答应。那好，你跟我去村委会。有田，你想清楚了，利息按信用社走，到期还不上，你家那院子就得抵。利息能不能少点？不能少。信用社什么利息我什么利息，一个子儿不多要，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有田，立柱能借钱给你，已经是给你留脸了。换别人，你跪门口一天，人家也不搭理你。好，我欠。名字按上手印儿。利息1分不少，日子1天不拖。这次还不上，你的房子就是我的了。陆主，二叔记住你的恩了，真的记住了。二叔以前混账，往后一定改。看你往后怎么做吧。你拿这钱又要干啥？不是说好了还债的吗？还债，300块够还几个债？还了债，咱家吃啥喝啥？喝西北风去。那你想咋样？你还想拿去干啥？这回是真路子，隔壁镇有人开砖窑，稳赚，全押进去，翻不了身我就死给你看。你给我站住！上次的亏还没吃够吗？上次是上次，这次不一样，我不信我这辈子就翻不了身。你要是再赔了，李狗那钱拿什么还？你脑子让猪油蒙住了。你走出去就别回来。回来也是穷，不如出去拼一把。你疯了？真跑了？李狗那钱怎么办？还有你欠的高利贷咋办？我没想跑，我就出去再借点儿。借点儿，背着包袱半夜翻墙，你骗谁呢？陈有田欠我300多块，今天不说清楚，你别想走。大哥，再宽几天，我们砸锅卖铁也还。宽几天？你那个砖窑呢？不是说稳赚吗？钱呢？我让你投砖窑，我让你投，人家明摆着骗你，你偏往里跳。现在好了，钱没了，债主上门了。我哪知道那是假的？他说稳赚的，300块全没了。有田，今天把事儿说清楚，欠了多少，什么时候还，一笔一笔写下来。总共欠了660，立柱那300也在里头，砖窑的钱全赔了，1分没剩。还钱的日子写上，1个月还多少，写出个数来。我认，我全认，按月还，1分都不少，再不还我就不是人。
这保质书村委会存档，到日子不还，我们按规矩办。村长，你放心，我盯着他，他要是再犯浑，我跟他没完。有田，柱子让我告诉你，他的那300块不用急着还，但是这人呐，得讲良心。这300块你要是不还，对不起柱子，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。回去吧，往后怎么做，看你自己的了。小宝，看见了吗？这是你太爷爷留给咱家的井。哟，会说井啦，昨天还不会呢。来，爹带你看看你太爷爷挖的井。你爹当年什么都没有，就这口井。你太爷爷在井里给爹藏了过日子的本钱。你爹那时候可惨了，连口饭都吃不上。可不是嘛，要不是爷爷留的钱，咱俩也遇不上。是啊，你在供销社进货那会儿，我就觉得你这人实在。听见没？你娘早就看上爹了。别在孩子面前胡说。别闹了，给爷爷上炷香吧。爷爷，您放心，西柱现在有铺子了，日子越过越好。小宝也壮实，这不是爷爷，这是太爷爷的香，太爷爷在天上呢。你看，爷爷的字儿，我一直揣在身上。柱子，别让人知道，好好活着，活出颗人样来。我做到了，铺子好好的，家好好的。小宝，你爹厉不厉害？厉害！井还在，家就在，以后年年带他来给太爷爷上香。年年都来。